东方明珠在哪里？前面正前方。对，这个就是陆家嘴的夜景，黄浦江的夜景。对。我待会儿会告诉大家，如果要去陆家嘴的话，如果从外滩过去，有一个最方便而且最便宜的一个路径，那就是直接从金陵东路的那个轮渡码头，只要花2块钱，就直接可以到陆家嘴的那个东昌路码头，最方便，不需要坐地铁，因为坐地铁你还得要到头走很多路。哇，好久没有来外滩了，去一下18号吧。外滩18号也已经改了。对啊。18号在那边，我记得。然后这个红色的这个建筑是英雄纪念碑，然后对面的那些高楼都是属于那个北外滩的。然后现在北外滩都在大举改造，还要造3栋高楼，那边全部都以后会又是高楼林立的那种。以前的后面的。对。这边就是外滩，然后整个都是万国建筑馆。当时就说的叫万国建筑馆，就是很多你要从那边拍到那边，就会发现这一整条街都是美。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外滩的车道更宽，然后后来改造的，现在车道变窄了。然后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外滩的下面，就这个下面还是有4根车道的，还是有在走，因为否则它交通不够用的。它下面是就是在这个下面，对，那个是到浦东的，这个下面它还有4根车道。好了，这个地方再拍一下，这边就可以看到那边的建筑了。那边还那个钟楼。对，还要再提醒大家的一个点是，大家有看到那个双层巴士吗？那个双层巴士的话，如果有机会大家来的话，是从淮海路那边就可以坐的。然后游客的话，买一个双层巴士的，他会把热门的那些外滩啊、南京路啊、淮海路啊、什么静安寺，它都会，就专门是都市观光的。它那边你看。它是停站的，对，你看这边就好像可以购票，因为我们也没有坐过，我也不真的，我们自己真的我们不会去坐，因为以前有一部上海的公交车就是双层的911是从西宝一直开到淮海路的，所以说911路就公交车就直接可以那个的体验的，对，它这边好像就直接就可以购票这样子来做，然后这个就是外滩的另一面，走，好了，我们去看看河吧。黄浦江，河没啥看的。外滩观光隧道你有去过吗？最无聊、最坑爹的，对的。说到这一个景点，绝对不推荐大家过去。史上最坑爹的游览项目，我们要穿至上海的 GDP。我帮大家避雷，真的进去吧。像这边的外滩的这些这个老楼啊，实际上大部分都跟金融的公司租赁的，什么 AIA 啊，然后 HSBC 啊，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盘古银行，盘古银行也在这边有啊。对，我记得开泰是不是也有？开泰不在外滩，好像是在陆家嘴，在那边。对，是在陆家嘴。外滩真的适合人相对少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如果大家有机会，如果大家有机会去16铺码头那一段的话，从那一段过来，非常漂亮，真的比这一段更漂亮，因为你从那一段是直接的，整个的看得更清楚，而且那边的建筑也人也非常的少，景致更美。它的白天跟晚上是2个景。对，真的建议大家，如果要逛外滩跟南京路的话，真的建议大家5、6点钟之后就是逛夜景。上海真的是夜景漂亮。我们2个人为什么要来逛外滩？就是为了给大家介绍这边的。实际上我们本身平常是不会到这边来的，1年2年都不会来一次，可能10年都不会来一次吧。
10年有点夸张，因为10年人已经挂了，有可能在挂之前，我想最后看一眼家乡也是可以的。那你10年后你就半百了耶！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来这边还是刚刚经贸大厦刚建完的时候。好，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正面的陆家嘴，这个角度这样子看，相比那边人更少很多，走吧，是吧？大家看到那边蓝色的那栋建筑物最高的就是在北外滩的白玉兰广场，然后那边现在正在改造，将会有3栋很高的高楼要在那边耸立，现在正在那边建设。然后这个就是陆家嘴的正面了，东方明珠大楼那边的上海开瓶器的3幢楼。就是经贸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和中国现在最高的，乃至以后也是最高的上海中心。因为中国现在已经严禁再造500米以上的高楼了，也就是上海中心以后只会是唯一的一幢最高的高楼。可惜今天的外滩这边下面没有在喷水，平常的时候在外滩的这个位置都会有灯光，然后它有那种喷水的像小瀑布一样的，在这个紫色的灯光的那一片区域。然后这边就是外滩的万国建筑馆，然后全部都是100多年的老建筑，巴洛克式的、不列颠式的，各个建筑风格的都会有。大家看到那幢绿色的楼，就是我们刚刚拍的和平饭店。红色的就是英雄纪念碑。这就是360度的陆家嘴北外滩和外滩的场景。下次天好的时候，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陆家嘴的风景，可能从陆家嘴的沿岸看外滩会更加的别致一点。对了，推荐大家如果有去陆家嘴喜欢看艺术展的话，可以看东方明珠下面那个方盒子正在亮着屏幕的，是前2年刚刚造完的浦东美术馆，它里面经常会展览一些非常有别致的高雅的那种艺术展。我们现在正在过红灯的时候，斑马线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个外滩的这幢楼外汇交易中心的下面，就直接是下车的这个都市观光的双层巴士的站。大家如果想要来坐的话，你看，就在这边直接就可以。这边的光就比那边的好很多了。对，因为这边柔和黄色光。好了，我们现在的就已经把南京路步行街跟外滩的大致情况跟大家说了。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已经拍了1个晚上的节目，然后肚子有点饿了，我们打算去吃一个饭。然后呢，因为很久没有回上海了嘛，就觉得想念上海自家的味道，所以想去吃一下本帮菜。本帮菜呢，很多人可能外国的。可能台湾或者马来西亚观众可能不怎么知道，本帮菜实际上就指的是上海的那个菜。对，所以说因为本帮菜就是上海菜。对，但因为里面没有像湖南菜、湘菜或者川菜，就有一个这种词就很明显。本帮人家说本帮是什么意思？本帮菜，本帮菜，对，这是上海话里面这样子过来的，变成了普通话表示自己这一派系的菜。对，帮就是当时以前的帮派的意思，就刚本帮菜。然后我们现在呢，打算到那边找一家好吃点的本帮菜馆去吃一下，然后在回去的路上看一下这边的老建筑，真的。我个人更喜欢外滩的建筑，因为陆家嘴它所有的这边的建筑实际上都是那种优秀的历史文物建筑的这种造型。你要知道一个事儿，这边的建筑跟那边的建筑差正好100年。对啊，就真的是100年的历史，上海的那种兴衰史的那种感觉。左边100年，右边100年。
好啦，这是跨世纪的呢。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期节目就到这边啦。继续，如果想看我们本帮菜的那个菜馆怎么样的经历，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啦。好啦，大家再见，待会儿 See 见。 you。注意点赞、留言、评论、关注哦。对对对，给他记住给我们点赞、留言、关注哦。拜拜。 See you。买根香肠吃吧。你也可以吃冰淇淋啊，我有病吧？大热天吃冰淇淋。你要吃这边。好，你要吃吗？这个什么？关东煮。哦，我不吃了，待会儿都要吃饭，你先买。帮我拿根香肠吧。多少钱？听到没？10块钱。这个地方的价格也是10块，你也别指望5块钱。有纸巾吗？这就是什么所谓的罐罐奶茶网红的那种。谢谢。我倒更喜欢吃这个什么酸辣凤爪啊。